部730分钟的电影让军委下了死命令，说拍不好就是历史的罪人，甚至让国家动用了5个大军区、13万现役军人，累计330万人次。在那个没有特效的年代，这部电影还拍出了让外国军事观察员误以为是实战军演的战争场面。如果你问我什么是中国战争片的天花板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部1991年的《大决战》。无论怎么讲，会战并列是80万对60万，优势在我。60万对80万，这是一锅假生饭，假生就假生，也要把它吃下去。拍《大决战》之前，81电影制片厂其实早在50年代就想把3大战役搬上银幕，可惜条件不够，一直没能如愿。直到1986年，上级指示必须拍好这部片子，军委直接把任务交给了81厂，还定了死规矩：剧本不好不拍，细节不对不拍，拍不好就是历史的罪人。为了这一句话，剧组疯了一样做准备，3个编剧牵头，带着创作组跑遍了辽沈、淮海、平津3大战役的所有旧址，从锦州的配水池到徐州的战壕，从平津的古城墙到东北的雪原，行程足足6万多公里。他们挨家挨户找老兵，前前后后采访了300多名战役参与者，有指挥作战的将领，有普通的士兵，还有当时的老百姓，把每一个战役的细节都记在小本子上。剧组还立下规矩，哪怕是一个纽扣、一颗帽徽，都必须和当年一模一样。拍国民党军队的戏，服装组专门去找当年的军装样本，甚至翻遍了博物馆，就为了还原领口的军衔标识。拍解放军的戏，战士们的草鞋都是按照当年的样式，手工编了上千双，鞋底的麻绳粗细都要对照史料。而剧本创作足足用了3年半的时间，期间8亿起稿。一开始有人担心林彪这个角色不好拍，要么主张不写，要么主张拍成反面人物，是杨尚昆专门表态，剧中要有林彪，如果不写林彪，那当年东北战场的仗是谁打的？而且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能因为他后来不好就把这个人写成从头至尾都坏。就这一句话，才让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林彪，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。在剧本敲定之后，导演组也没有就此摆烂。平津战役的原剧本里有一幕是林彪到达指挥部后，在地图上到处找山海关。导演韦连觉得不对，就去采访林彪当年的身边人，才知道林彪对地图熟悉到惊人，根本不用找。于是他改了剧情，林彪到指挥部时，参谋正在拼地图，右上角还空一块，他拿起棍子一指空白处，说部队从这里进关，等地图拼好，棍子指的地方正好是山海关。这种细节没有足够的采访和考据，根本拍不出来。剧组这么较真，主演们更是没掉链子。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古月和马绍信。古月这辈子几乎就只演一个角色，毛泽东。为了演好3大战役时期的毛泽东，他严格控制饮食，因为那时候的毛主席常年操劳，身形清瘦。他和扮演邓小平的卢奇经常饿着肚子通宵下棋，卢奇撑不住劝他休息，他却说剧情里条件艰苦，主席要憔悴些，不睡觉正好。除了外形，他还反复研究毛主席的讲话语气、神态动作，就连抽烟的姿势、走路的步伐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再说说马绍信，他演的林彪，至今没人能超越。当时剧组从30多个候选人里层层筛选，最终选中了他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马绍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天天看林彪的资料、回忆录，模仿他的语气和神态，甚至连吃饭走路都带着林彪的影子。他不刻意丑化，也不刻意美化，就凭着实事求是，把林彪的沉稳、多疑和军事才能都演得淋漓尽致。电影拍完后，杨尚昆接见剧组演员，看到马绍信饰演的林彪形象，十分感慨，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表达了对角色塑造的认可。马绍信后来回忆，为了演好林彪，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角色上，哪怕是一个眼神都要练上几10遍。还有扮演蒋介石的赵恒多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孙飞虎更合适，但剧组觉得孙飞虎把蒋介石丑化的太明显，而赵恒多能客观还原蒋介石的形象。事实证明，这个选择没错，就连台湾的相关人士看了，都称赞他演得到位，说《大决战》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它的拍摄规模至今没有任何一部战争片能超越。为了拍出真实的战争场面，国家直接动用了5个大军区、13万现役军人参与拍摄，累计参与人次达到330万。也就是说，电影里的每一个士兵都是真正的军人，每一次冲锋，每一次列队都是真实的军事动作，根本不用后期特效合成。有一次拍摄辽西会战的戏，上千名军人在雪地里冲锋，踩出来的脚印连绵数公里。外国军事观察员路过看到这一场面，直接误以为是中国在搞实战军演，可见场面有多逼真。拍摄过程中还遇到过不少意外。拍淮海战役时，有一场突破黄维兵团防御阵地的戏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开拍前一天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海水涨潮，整个汽车阵地瞬间被淹，所有道具都泡在了水里。
导演蔡继卫急得团团转，只能等潮水退去。好在2天后海水退潮，剧组赶紧抢修道具，重新开拍，才没耽误进度。这部电影81场倾全场之力，800多名职工参与其中，摄影师的镜头上常常沾满尘土，爆破组每天要布置上百个炸点，演员们在雪地里、泥水里摸爬滚打，没有一个人抱怨。总导演李俊带着3位分导演拜访聂荣臻元帅，听他讲述平津战役的细节。为了拍好平津战役，韦连导演用了4年零3个月，头发都白了一片。电影上映后反响空前，1991年1年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。那时候的电影票一张才1到2元，什么含金量就不必我多说了。邓小平看完后满意的说：“片子拍得很好，我每年都要看一遍。”他还拿遍了金鸡奖、百花奖等多项大奖，摄制组更是荣获了1等功。直到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决战专场放映，上座率依然超过80%，可见它的魅力跨越了30年依然不减。有人说，现在的战争片特效更先进，画面更华丽，可为什么拍不出大决战的感觉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现在很多片子追求的是流量和眼球，而大决战追求的是真实和敬畏。它不用特效堆砌场面，只用13万军人的赤诚，用剧组5年的较真，用演员们拼尽全力的演绎，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大决战不只是中国战争片的天花板，更是一座丰碑。